结束战争，乌克兰同意和平协议。马克龙警告不应逼基辅当局投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臀部上瘾，日本能够造多少枚核弹？28点变19点，普京是否会同意？乌克兰英雄连冲出库尔斯克绝命包围圈，缴获敌军9辆坦克。图134挑衅北约，俄军活动频率暴涨30%。荷兰版战斧是否会援乌？经过长达5天的扯皮，和平协议终于明朗。特朗普在11月25日表示，新协议已非常接近达成，现在就等各方签字画押。乌克兰对此表达了赞同。据 CNN 的报道，美国官员透露，乌克兰已同意结束战争的协议，目前仅剩一些微小细节等待敲定。这些问题解决之后，再等普京签字，俄乌战争就能宣告结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克龙突然站起来表态，我不同意。他不是反对和平，而是反对逼乌克兰就范式的投降。在法新社的报道中，马克龙直言，我们希望和平，但不是等于投降的和平，那样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无法承受的处境，让俄罗斯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。他认为新和平协议很好，但还不够好，应该在本就正确的方向再前进一步。看来马克龙是怕乌克兰吃亏，想要这19点更有利于乌克兰。当然，这种事情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做到的。马克龙早就开始为乌克兰的和平做准备。报道中提到，法国将实现一种新形式的国民服役制度。据悉，这项新服役制度为自愿兵役制，每年招募1万到5万名士兵，预计到2030年，法国军队的规模将从约20万人增加至21万到28万人。马克龙此举等于向俄罗斯宣示，哪怕乌俄实现和平，法国也不会放松警惕，而是持续防范俄罗斯的威胁，捍卫乌克兰的安全。他还宣布，法国和英国即将牵头成立一个工作组，等到停火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，美国也会参与。从法国 RTL 电台在11月25日上午播出的马克龙专访内容看，这个工作小组的具体内容大概分为3个方面。首先是海上安全方面，由土耳其承担海上防御的工作，防止停战后黑海舰队又想到幺蛾子。其次是陆上安全方面，法国准备与英国、土耳其等国军队联手向乌克兰派兵，保卫乌克兰领土。这一点也是法国即将实施自愿兵役制度的原因。在乌克兰部署士兵后，法国就要扩充军队，保证自己的战力。另外，马克龙呼吁新和平协议不该限制乌克兰军队规模，应该任由乌军建设强有力的武装部队，以威慑俄罗斯。这个呼吁跟火力军一直以来的观点很契合，想让俄罗斯服软，就得秀出比俄罗斯更强壮的肌肉，只有火力才能制止火力。最后一点则是经济上，工作组已经明确表示，法国将同其他欧盟国家共同制定一项新方案，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，为乌克兰提供重建家园或者武装军队的资金。这一点之前的视频也有诸多提及，这里就不多赘述了。总而言之，以上种种动作都只为一个目的，让新和平计划实现真正的和平，不是仅仅为了和平而妥协，更不是牺牲乌克兰的利益来换取和平。在马克龙拒绝接受新和平协议后，世界另一头，日本开启了买模式，其研制核武器的原材料已囤积相当惊人的数量，这是上瘾了吗？为此，火力军准备做个庄，让各位买定离手，不妨大胆猜猜，以日本当前囤积的部数量，总共能造多少枚核弹呢？日本最近成了亚洲最火的国家，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直接挑起国际舆论风暴。但是火力军要说，不是舆论风暴，而是核爆。很早之前，火力军就在关注日本囤积核材料的动作，这当然不是火力军无聊，而是日本囤积的数量太吓人。据估算，日本这些年已经囤积约47吨布。那么日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囤积这玩意儿？历史创伤吗？从日本官方的声明看，其多次声称阿里嘎多这些布的用途是民用核能发电，但是我们仔细算这笔经济账，会发现日本目前只有8台核反应堆在运行，而且还是使用低浓度的铀燃料，跟布没有1毛日元的关系。当然，熟悉日本经济规划案的火友可能要回对了，说早在2018年，经济产业省提出的能源基本计划就表示，日本将在2030年增加使用 MOX 燃料的反应堆，而且一口气增加到18个。这种反应堆专门制布，所以日本囤布是在为以后做打算。对此，火力军只能说各位观众老爷算得还不够细，因为即使18个反应堆在疯狂制布，每年也仅只能吃下2.6吨。
与47吨的总数相比，得吃20几年才能吃光。如此也就罢了，日本官方每年还在往英法进口8吨布。如此夸张的库存与消耗对比，官方所谓核能发电的理由，不知道大家信不信？反正火力军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。在官方声明之外，日本相关势力对布也虎视眈眈。例如某些势力一直宣称日本要自主拥核，高市早苗上台后也尝试推动无核3原则修改。更不用说，日本还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浓缩铀进行再生产的非核武国家，不少人称其可以一夜生产核武器的国家。那么火力军想问问各位观众老爷，以当前日本囤积的布的数量，能够造多少枚核弹头？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算法，1枚核弹至少需要6到9公斤的布，以日本囤积的布数量，足以一口气制造约6000枚核弹。当然不排除日本确实有核能发电的打算，毕竟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摆在那里，加上 NPT 的管制，日本囤布到底用来干什么，仍需要冷静看待。亚洲这边吵得不可开交，欧洲那边同样不安静。随着特朗普28点新计划变成19点，俄乌战争似乎迎来转机，但俄罗斯的回应却给所有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。火力军说过，不要对俄罗斯这头野心勃勃的黑熊抱有太多希望。跟预期的一样，对于19点，俄罗斯依旧不愿接受，原因并不难理解。第一，19点计划不再一味让俄罗斯占便宜，对于领土、队伍安全保障等问题，交给了美乌总统决定，这就等于彻底杜绝俄罗斯瓜分乌克兰的可能。其二，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，19点最终条约没有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。这下普京就坐不住了，兜兜转转，乌克兰还是有可能加入北约，他普京的面子往哪里挂？因此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立马跳出来表示称，俄方已了解这个新和平方案，但该方案对俄方既不具有建设性，也不符合俄罗斯利益。翻译过来说，俄罗斯不会同意这19点计划。不过，普京并不是冷血无情的人，他也很想结束俄乌战争，也非常愿意签署和平计划。只不过，据乌沙科夫所述，普京愿意签署的和平计划，只能是美俄领导人在阿拉斯加州会晤时讨论的和平方案。这一方案早被证实是比28点更过分的瓜分方案，乌欧都不可能同意。那么，克里姆林宫的回应就能用一句话来总结了：没得谈。对此，乌克兰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就让俄罗斯痛得丢下一块肉。乌克兰的回应只有6个字：没得谈，那就打。据乌克兰多个社交媒体军事情报账号称，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击中并完全摧毁俄军 A60 空中激光试验平台。A60 来头不小，被视为俄罗斯研发高能激光武器的核心试验平台，据悉价值高达数千万美元。外界一直以来都认为俄罗斯的 A60 数量仅有2架，被誉为俄激光武器中的左膀右臂。经过这次打击，俄激光研究项目相当于少了一条大腿。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已经感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，如果继续没得谈，乌克兰的打击也不会停止。俄罗斯的后方投入1万资金的科研设施都会被摧毁。乌克兰的行动能取得如此辉煌成果，跟英勇作战的乌克兰士兵密不可分。在这里，火力军想跟大家介绍一支乌克兰英雄连第80坦克连。早在库尔斯克战役初期，第80坦克连就作为进攻的第一梯队，投入到枪林弹雨中。他们突破重重雷区，闯过无数工程障碍，以少胜多，成功缴获9辆最新的俄制坦克，并驾驶坦克立即投入战斗中，狠狠重创敌军。火力军只能说好家伙，赤手空拳打爆俄军坦克，再驾驶俄军坦克打爆俄军大部队，电影都不敢这么拍。有趣的是，坦克连目前的主力战车仍然是苏联 T80， 这是在2022年秋季哈尔科夫反攻中获得的。他陪着第80坦克连的士兵们走南闯北，一路立下赫赫战果。对于坦克连战士而言， T80 历经3年战争，机身已破破烂烂，但其背后雕刻的荣誉却永远不会褪去。他们将驾驶着它赶走在家乡土地上的俄军，直到开进乌克兰的失地。各位观众认为这一天会来临吗？面对乌军的英勇作战以及欧洲和美国的施压，俄罗斯明显坐不住了。焦急的俄军竟然开始驾驶图134轰炸机飞到波罗的海挑衅北约。俄军为什么突然想不开了呢？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一直虎视眈眈，但都局限于派无人机或者侦察机，跟小偷一样跑到海上窥视。至于真的动手，那是万万不敢。但现在俄军开始想不开了。据北约空军司令部报告称，部署在爱沙尼亚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，竟然发现了几架俄罗斯军用飞机。实话实说，俄罗斯派飞机光顾波罗的海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这次事情就新鲜在这几架飞机大名鼎鼎。第一架飞机为图134轰炸机，与标准图134不同，这架图134很可能是改进型的图134 UBKM。俄罗斯目前仅有17架在役，
另有25架处于封存状态，被当成宝贝供奉在仓库里。第2架飞机则是苏30战斗机，它虽然不如图134来头大，但也是俄军战斗机中的大人物。俄军派出这2位爷来波罗的海，目的很明显，那就是闲的没事干来挑衅一下。这算是俄罗斯的祖传手艺，一旦国际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大事，立马跳出来干坏事。面对2位稀客，北约倒也不客气，台风战斗机直接对其进行拦截，然后像驱赶丧家之犬一样把他们赶出波罗的海。不过这2架战斗机并不孤独，还有大量俄军舰跟他们一样被北约赶回了家。根据自由时报报道，英国国防部证实，在英吉利海峡，皇家海军巡逻舰塞文号成功拦截了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及其补给油轮。而美联社则透露了更多内幕。报道表示，塞文号对这2艘俄舰进行了长达2周的跟踪，他看着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，随后一路开到法国布列塔尼外海，才将跟踪和监视任务交给北约盟国海军。北约盟国立马行动，将俄舰拦在海上，赶出北约。不难想象，如果塞文号没有发现2艘俄舰，只怕他们要在整个欧洲横冲直撞，直到将重要侦察任务送回俄罗斯。说起来，俄罗斯并非第一次光顾英国海域。官方数据显示，过去2年来，俄军在英国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增加了整整 30%。不说远的，甚至就在几天前，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还怒斥俄罗斯琥珀号说，这家伙在苏格兰外海活动时，竟然用镭射灯照射前去侦察的英军飞行员。这种行为已经称不上挑衅了，而是赤裸裸的示威。对此，希利直言，英国已准备好应对任何侵犯领土的行为，表明俄军下次还有类似行为，英国将会让俄军明白，哪怕日不落帝国仅剩余晖，依然能灼烧俄罗斯的眼睛。各位又认为英国的回应是否就是真正的开火呢？与英国相距并不遥远的法国，为了抵御俄罗斯侵略，同样在做准备，只不过他玩了一把更大的。据荷兰国防国务秘书基斯图因曼表示称，荷兰需要类似美国战斧导弹这种远程打击武器。这话刚说完，恐怕不少人还以为他要跟美国购买战斧。实际上，荷兰玩得更花，他准备造自己的战斧。根据 BNR 报道称，荷兰计划让几家军工公司联合起来，在6个月内建立一套类似战斧的系统。不过，荷兰并不打算完全照搬美国战斧，一来经济实力不够，这玩意儿成本太高，打一发得心疼很久；二来科技实力不够，这可是战斧，不是砍木头的斧头，不是想造就造的。于是荷兰开发的战斧是一种更经济更实惠的 mini 版，火力军愿称为首斧。首斧的科技含量更低，交付量更大，价格当然也更低。不过威力嘛，虽然逊色战斧，却比很多普通导弹杀伤力更大。据悉，荷兰政府已作出保证，如果首斧研发成功，将在未来几年内进行大量采购。有这种好东西，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缺席。荷兰国防国务秘书表示，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家已确认可以接受首斧，等生产线一落地，他们将立马拿起首斧武装国防。不过火力军认为首斧很有可能会援助到乌克兰去，即因为它的打击力度不会触及所谓的战争红线，但杀伤力又不容小觑，加上价格优惠，送一批到乌克兰的可能性很大。各位又认为这次战斧入乌会在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日本囤这么多部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呢？而俄罗斯对北约活动频率暴涨，背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若是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